娘娘，您瞧，小皇子真是可爱极了。若是陛下瞧见，一定会十分喜欢。陛下现今已然回宫，稍后定然会来瞧娘娘与小殿下，兴许还会封您为后呢。他怕是不会来了，哪怕这是他的孩子，他也根本不屑一看。姐姐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如此也免得妹妹我再费口舌。你来做什么？永和宫不欢迎你。哎呀，姐姐这话可真叫妹妹伤心呀。妹妹可是听闻姐姐诞下皇子，特意来探望姐姐呢。谁想姐姐竟如此不欢迎妹妹，难不成是在为陛下未能过来而迁怒妹妹吗？陛下也并非有意如此，谁叫姐姐先前推了妹妹，害得妹妹掉下池塘，惹得陛下生怒。若是没有此事，陛下哪里会不来瞧瞧他的第一位小皇子呢？妹妹可是担心姐姐心里不舒坦，才特意来看望，好让姐姐这永和宫显得没那么冷清。我根本没推你，是你自己跳下去的。你从一开始就在设计我。真相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相信谁。今日妹妹来，顺便还要和姐姐分享一个好消息。昨日刚回宫，皇上就已经下了圣旨，册封妹妹为皇后，1个月后便会举办封后大典。听了这话，唐婉幽的身体微微颤抖。姐姐不知，昨日除了妹妹的封后圣旨外，皇上还下了一道密旨呢。父亲和母亲通敌叛国，被押入大牢，3日后凌迟处死。你如今对付我还不够，还要对父亲母亲下手。母亲对你不薄，一直将你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待，父亲也不曾亏待过你，你怎么忍心下手？唐可人，你简直丧尽天良！唐可人被他的动静吓了一跳，他身边的婢女立马就上前来，死死地按住了唐婉幽。你们放开我家娘娘！我家娘娘方才生产，身子虚弱，你们不能这么对她。将我当作亲生女儿，那不过是她做的表面功夫罢了。父亲有哪里没亏待我？都是父亲的女儿，凭什么你就能得到我没有的一切？你是嫡女又如何？既然当年你被人牙子拐走，在乡下长大，不知礼数，毫无教养，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奴女，凭什么和我争？凭什么你一回来，全家人都向着你？父亲母亲恨不得将你捧在手心的补偿你，几个哥哥更是都不搭理我。哪怕明知道你在乡下长大，几位皇子也都为了皇位放低姿态，讨你欢心，求娶你，你凭什么？你不过是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罢了，你拿什么和我争？便因你是嫡女，因你是从正房夫人肚子里爬出来的，便要天生高我一头。唐可人胸口起伏，目光阴沉地盯着唐婉幽。要不是因为你是丞相嫡女，你以为就你婚前失贞，还怀了个野种，子初还会求娶你吗？哼，如今他已经登基，你已经没了用处，是时候该送你上路了。这不，他让我来亲手了结你。什么野种？我这孩子是子初的，他不可能那么对我，他不可能会要我死。皇上的，当真是可笑至极。唐婉幽，你可真是个蠢货呀！不如这样，看在你临死的份上，我便大发善心，再告诉你个秘密，也好让你死个明白吧。其实当初是我给子初出的主意，要他毁掉你的清白，
我告诉他，只要你们生米煮成熟饭，你不嫁也得嫁。为免引起父亲怀疑，我让他也服用了药，这样就能将自己摘了个干净。然后我将被下药了的你送去了一个乞丐那里。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一个乞丐，是个野种。堂堂丞相嫡女竟然怀了乞丐的孩子，你简直就是唐家的耻辱，是皇家的耻辱。你觉得他怎么可能会让你的野种占了他长子的位置？毕竟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太医说我腹中乃是小皇子，我怀的才是皇上的长子。你生的野种就应该和你一样下地狱。唐婉幽的身体不断地发抖，想起那夜，他只觉得自己犹如身处寒冰之中。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也一边告诉你好了。其实呀，你的3个哥哥失踪，都是被我设计的呢。你一定很想知晓他们眼下如何吧？我便发善心告诉你，大哥呢，他被敌军抓走当俘虏，千刀万剐而死。二哥则是被砍断了双手，这辈子都不能舞文弄墨了呢。一个废人和死了也没差别了。3哥是京城内有名的美男子，可惜了，如今被毁去容貌，脑袋也变得不大正常，疯疯癫癫的。还记得在家门口那个乞讨的疯子乞丐吗？那就是3哥呀。唐可人，就算我们死了又如何？依旧改变不了你只是个庶出的身份。我是庶出又如何？如今我是皇后，而你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你的孩子，你的父母都会死，而我才是最大的赢家。我就算是死，也是陆子初当初明媒正娶的3皇子正妃。而你呢，哪怕如今被册封皇后又如何？你依旧不是他的原配妻子，你不过是个以侧妃之礼进门的侧妃，一个妾室。世人只会知道你是侧室扶正，你的地位在外人眼中永远不及我。娘娘，您可千万不能上了这个贱人的当，他是故意刺激您的。您如今怀着皇长子，若是没气出个好歹来，岂不是让这个贱人得意？咱们还是快做正事吧。没错，我不会让你得意。什么正室侧室，只要你未登上皇后之位，便就是低我一头。更何况我的姐姐，作为一个女人，你不觉得你实在是可悲吗？你的夫君从未有一日真心实意待你，从一开始娶你就是带着目的的，他只是为了皇位才忍气吞声娶了你这个不洁的女人。婚后他一直没有碰你，就是最好的证明。可笑的是，你还以为他是为了孩子的安全，真是愚蠢。是啊，他当真是愚蠢，愚不可及，害己害人。来人，先将他怀里的野种给处理掉。还给我，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你们放开我家娘娘！将这些胆敢反抗本宫的人都拖下去，4杖毙。在唐婉幽绝望惨烈的目光之中，唐可人高高的举起襁褓，向着地面狠力砸去。果然是乞丐的野种，生命力顽强，竟然这样也摔不死。
在唐婉忧几乎要噬人的目光之中，唐可人冷笑着将孩子抓起来，再度重重地砸向地面。你急什么？你马上就能下去陪你的野种。来人，为德妃娘娘喝药。唐婉忧浑身脱力，被人粗暴地抓住头发，拽着昂起头，灌下大碗苦涩的汤药。来人，趁着德妃娘娘还算清醒，拿板子来。德妃娘娘一颗慈母心，想必十分想与那野种感同身受，便让德妃娘娘死前了却这心愿。工人松开了唐婉忧，唐婉忧趴在地上没有动弹，像是已经死了一般。弥留之际，所有的痛苦与声音远去，她如同落入了深水之中，所有的声音都是模糊的。永和宫此刻已经是乱作一团，方才气焰嚣张的唐可人花容失色。你方才说什么？娘娘，咱们快躲一躲吧，叛军马上便打进永和宫这儿来了。皇上命咱家来带娘娘躲进暗道，再不走，等王爷打过来，便是跑也来不及了。地上悄无声息的唐婉忧微微颤了颤，她忽地压住了一口气息。有人谋反吗？好啊，太好了。无论是哪位王爷，若是老天开眼，求你让这位王爷谋反成功吧，让陆子初与唐可人这对畜生不得好死。我要他们统统下来为我一家陪葬。模糊中，他像是听见有人在朝着他奔走而来，唤着他的小名，语气强烈急促。主子，小圣子已经断气了，去给本王搜，本王要将陆子初二人碎尸万段。唐婉忧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入目的是刮着黄泥与稻草屑的墙壁。唐婉忧低头看清了自己身上穿着的粗布衣裳，越看越是觉得四周的景象眼熟无比，竟然是他从前在人牙子家睡觉的地方。唐婉忧的内心冒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他竟然重生了，而且重生回到了15岁，回到了他被人牙子带去的村中。他15岁冬日落水，而后昏迷不醒，大病一场，醒来之后正好是唐家人找上门来的时候。破烂的木门吱呀一声被人推开，来人是个年纪与唐婉忧相仿的小姑娘。好啊，既然醒了还躺着呢，装什么死呢你？你当你是什么千金小姐，还要我给你送饭，还不快滚起来干活？唐婉忧想起来这个女孩是谁，人牙子家中有一对兄妹，这与她年纪相仿的小姑娘便是其中的妹妹，名叫张小花。我说话你不知道吭声，是哑巴了还是聋了呀？唐婉忧险些没站住，踉跄几步，视线在摆满杂物的破败屋子里头搜寻，最终瞄到了角落里竖着的足足有他手腕粗的木棍，用力地推开张小花，抓住木棍便对着骂骂咧咧的张小花狠狠地打过去。你这个贱人，犯了天了不成？竟然敢打我，给我拿来！唐婉忧细细弱弱的五指力量奇大，死死地攥着木棍。正在这个时候，外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大哥，你快回来啊！我要被这个小贱人打死了！唐婉忧手中的棍棒在这时迟疑了一瞬，她只记得今日被接回家，但是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如果张大伟在这种时候赶回来，他可能还要受上一顿皮肉苦。破败的木门被狠狠地撞开，一群身强体壮的小厮立在门口，张望着屋内的动静。在看清楚唐婉忧那张瘦弱的没有几两肉的小脸之后，毫不犹豫地将凶狠的目光转向了张小花，二话不说地将她按倒在了地上。废话，站着的那位姑娘简直与他们家的夫人是一个模子里头刻出来的。你们干什么？你
闯民宅！我告诉你们啊，我爹可是跟县令大人都认识的，是熟悉的。你们敢胡作非为，是要被抓去坐牢的。从人影间隙间，比唐婉幽还先看清外面走进来的人影。这人是当官的。婉幽，爹的婉幽，是爹来晚了，让你受了这般多的苦楚啊！您是谁？为什么叫我婉幽？孩子，我是你爹，我名唤唐正天，你娘名唤骆诗柔。唐婉幽是我们为你取的名字呀。当年你还幼小，与奴仆上街玩耍，被人鸭子拐走，爹娘寻了许久啊，如今好不容易才寻到你。孩子，你与你娘生得像极了，若非当年你不会受这样多的苦，是爹娘对不住你呀。我好像想起来了一些。您是我爹。唐正天的视线再次触及地上神情游移，却显然穿的要比唐婉幽好得多，且脸色红润、吃饱穿暖模样的张小花。来人，将他给本官绑起来！你们干什么？你们没有听见我的话吗？我家可是与县太爷认识的，你们马上放开我！将人拉出去，严加看守。唐正天打量着这间明显是杂房的破败小屋。你们二人过来，将带来的衣裳先为小姐换上，以免小姐着凉。热茶点心也去马车上为小姐端来。奴婢见过小姐，让奴婢服侍小姐换上新衣裳吧。唐婉幽看着这两个自己眼熟无比的婢女，想起她们上辈子的下场，那模样灵动活泼一些的名唤竹子，正是他死前在永和宫扑出来要护着他，却被唐可人的人拖下去杖刑的竹子。而另一名稍显沉静的是洛秋，他比竹子死得更早，在唐可人污蔑自己推他落水的时候，出来替自己顶了罪。唐婉幽心绪动荡，无数的愧疚之情翻涌，面上还要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模样。你们叫什么名字啊？哎呀，瞧我跟秋姐姐的记性，这都忘记说了。回禀小姐，奴婢名唤竹子，秋姐姐名唤洛秋，都是夫人给起的名字。奴婢与竹子都是夫人亲自挑选，送来做小姐的贴身丫鬟的。之后小姐便是洛秋与竹子的主子，您有什么事都尽管吩咐奴婢便是。两个丫头动作利落，很快便为唐婉幽换上丝绸锦缎做的新衣裳。大了，是东夷，不碍事不碍事。小姐快将披风披上，能够暖和些。夫人在府中时时刻刻记挂着小姐呢，这衣裳大了，待回府后，夫人会为小姐重新量身，裁定新衣裳的。便是大了也好看着呢。小姐生的与夫人很像，夫人是顶顶的美人儿，小姐也是1顶1的漂亮。主仆三人换好衣裳，喜笑颜开地开门。咱们这就回府，你祖母与母亲他们一定等急了，从知晓你的下落起啊，便着急着要见你啊。被绑着的张小花双目瞪大，瞧着唐婉幽的模样，既害怕又极恨。将人送去衙门。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呐？居然敢私闯民宅，好大的胆子！可随即不等得知这群人的来历，他便瞧见了簇拥在披风之中显得娇小可怜的唐婉幽，眼神顿时一变。切，死丫头，这些人都是你从哪里招来的？捆起来！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我家是什么人吗？知道县太爷跟我家的关系吗？将他们带上马车，即刻送去衙门。张家人还不知道大祸临头，一听到这人竟然要送他们去衙门，脸上甚至露出了喜色。去衙门那可由不得这个人说了算了，依照他们与县太爷的关系，县太爷还真能够将他们怎么着不成？去与县令交代清楚，
便说是本官说的，要他查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按照律法处置。若是胆敢徇私枉法，后果他想必清楚。下人叠声应是，心想那县令的乌纱帽怕是要保不住了。哎，总算是到了，小姐，奴婢扶着您下马车来。哎，来了，可算是回来了。嘘，不要咋咋呼呼的，当心吓着妹妹。夫人莫急，小姐已经归家了，余下的日后再说，莫要吓到小姐。对呀，她的婉忧方才归家，即便是对她这个做母亲的不亲也是无妨的。现在回家了，日后会慢慢的亲近起来的，她也会一点点补偿女儿这些年失去的。婉忧，娘的女儿啊，娘总算是见到你了。一旁的张妈妈欲言又止，她的夫人有，这是要将小姐吓到了，该如何是好？方才明明还说得好好的。娘的婉忧啊，娘苦命的婉忧啊，不知在外面受了多少的苦，娘再也不会将你给弄丢了。娘，你是我的娘亲。是，我是你的娘亲呢。好了，婉忧如今已经归家，日后便会好好的。夫人莫要再哭了啊！况且呀，婉忧还在病中呢。你瞧我，都忘了。来，快随娘亲先进屋。哦，对了，这位是你大哥唐启云，那是你的二哥唐青红，最外头的那个穿着青衫子的是你三哥唐玉峰。妹妹，我是你大哥，正三品御前1等侍卫。有大哥在，日后若是有谁敢欺负你，只管与大哥我说。我是你二哥，乃是当朝状元，如今的从4品翰林仕途。妹妹回到家中，日后读书有什么不懂的，便尽管来问二哥。啊，妹妹，我是你三哥，他们说的那些都是些没用的东西。有三哥在，这京城日后，妹妹你大可横着走，吃什么玩什么，想要什么，管三哥我说就是。大哥、二哥、三哥，哎，快进去吧。父亲不是说妹妹病了，来的路上叫了大夫没叫眼下快派人去请。唐婉忧从重见亲人的激动情绪之中恢复的第一时间，便发现了唐可人与白姨娘。唐家的女儿不多，从前唐可人是受尽瞩目与宠爱的那一个，如今唐家的嫡女回来了，哪儿还有她这个庶女的位置呀？这唐婉忧怎么不死在外头？白姨娘扭过头来，瞧见唐可人快要压不住的嫉恨之色，不着痕迹的拍拍她的手。唐可人这才勉强的收住，让自己冷静一些。娘，这位是我的弟弟妹妹吗？在来的路上，竹子与洛秋告诉我，家中有数处的弟弟妹妹，与我年纪相当，不知道是不是这二位？是啊，这就是你的妹妹，名唤唐可人，旁边的是盛琪，他们俩是龙凤胎。旁边那位是他们的生母白姨娘。可人、盛琪，还不快来见过你们的姐姐？见过姐姐。姐姐没有认错呢，姐姐好不容易归家，今后妹妹也能与姐姐做个伴，希望姐姐不要讨厌妹妹。说些什么话呀？你姐姐怎么会讨厌你呢？好了，有什么话呀都进去说，在外头吹风，婉忧的身体啊受不住，母亲也还在里头等着瞧瞧婉忧呢。父亲说的是。放心吧，你祖母也十分想你，稍后进去见到了你祖母，不必胆怯，这里呀便是你的家，回家了什么都不必害怕，有娘亲在呢。唐婉忧小声的答应。哎，娘亲倒是没注意，这衣服的尺寸大了，袖子都出来了。待见过了你祖母之后，娘便让绣房的人来为你量尺寸，让他们将京城时兴的花样料子全部都给你拿来，
娘那儿还有许多的珠宝匣子，不少都是为你攒的。待见过你祖母之后，便随娘亲去瞧瞧，瞧瞧喜不喜欢。若是不喜欢的话，娘亲再重新为你置办。老夫人，小姐回来了。奴婢见过大小姐，老夫人在里头念叨您好久了呢。快快过来，这是婉忧吧？快来让祖母瞧瞧。祖母，瞧瞧这小脸瘦的，回来了便好，回来了便好好养着，定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日后再也无需受那些苦楚。在下关大小姐体质虚弱，敢有风寒，稍后在下会为小姐开一副药力温和些的方子，再配上些补药，强健基底。是得补补，好好补补。去命厨房再多加2个菜，加2道温补一些的。老夫人，您不必忧心，这镯子小姐养上几日，有了肉便能戴上。小姐生得这样貌美，戴上这镯子一定漂亮极了，放一放才好呢。是，说的是，你是婉忧身边的大丫头吧？日后便好好伺候你家小姐，先为你家小姐收起来吧。孙女谢过祖母。唐可人垂着眼皮，心中不悦极了。唐老夫人牵着唐婉忧去正厅，到了正厅的时候，还亲热地拉着唐婉忧，让她在自己的身边坐下，陪自己一道用膳。无碍，你便陪着祖母坐便是了。唐婉忧受宠若惊般的在老夫人身边的位置上坐下，余光瞥见唐可人眼底看笑话似的神态。唐可人觉得终于到了他能够出口玉气的时候。唐婉忧这些年都是在乡下长大，琴棋书画不提，怕是连最基本的礼仪都忘了差不多了，只会乡下丫头那粗俗的一套，稍后还不知道要怎么丢脸。家中姨娘是与大家一同坐下用膳的吗？唐婉忧这贱人，分明刚回来便开始摆她嫡女的架子了吗？既然什么规矩都不懂，为何不懂得闭嘴不言，偏偏要这样多话？大小姐所说甚是，白姨娘得忍下这口气。姨娘为何不能坐下吃饭？大姐姐，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在你归家之前，我姨娘惯来都是坐着与大家一同吃饭，怎么你刚一归家便有问题啊？难不成大姐姐是一回到唐家就打算将我姨娘赶走不成？这便是你与嫡长姐说话的态度。往日里真是太过纵容你，竟将你管得如此无法无天，目无尊卑规矩起来。唐盛琦还从未见过父亲对他发过这样大的火，瞪着眼睛噤声，一时半刻不敢说话。父亲，您别生气了，您不必如此，恕我方才没有多想，有所失言。白姨娘是四弟的生母，四弟维护白姨娘也是情理之中，父亲莫要为了女儿与四弟置气。这话里里外外字字句句都是在为唐盛琦说话，可唐盛琦却是越听越是一肚子的火气。他总觉得唐婉忧话里的意思不对劲儿。婉忧啊，你说的是什么话呀？你方才有何处失言的地方？法理规矩都是如此的，没有姨娘与正经主子一桌用饭的道理。你不过是看着疑惑，寻常疑问罢了，哪里有你的错处啊？好了，婉忧，莫要再往心里去了啊。母亲说的是，向来没有姨娘上桌的道理。父亲生气也并非是因你。四弟，你未免太不懂事了些。他说的，若是你今日不想吃饭，便立刻滚回你的院子里去温书做功课，莫要在这里碍人言。母亲与哥哥们说的是四弟年幼冲动，往日里总是宠着他惯着他，才让他忘记了规矩。大家都是一家人，莫要伤了和气。四弟，还不快向大姐姐求得谅解。大姐姐，是我不懂规矩，并无故意冒犯的意思。妹妹说的是，我知晓四弟并非有意，只不过是一片孝心。白姨娘，劳烦你，我想吃锦鲤烧。
他这话一出，不仅唐盛奇与唐可人怒火中烧，快要绷不住脸色，就连白姨娘也是神情僵硬。大小姐想吃，吩咐妾身便是，不必说劳烦二字。白姨娘强忍着心中的不快，为唐婉忧布菜，而后退到一边，站在了唐正天的身侧，一副只为唐正天服侍的模样。劳烦白姨娘，我想尝尝你右手边那道菜。这小贱人是真蠢还是假蠢？当真是一点也看不出来脸色与情形吗？她竟然一副全拿我当下人使唤的模样，没完没了了不成？婉忧都尝尝，喜欢哪些菜呀，便记下来，告诉大厨房，让他们日后多多为你准备。这是你的家，在家中无需拘谨，想要什么尽管告诉为父便是。妹妹，你也尝尝那个好吃。对，这道也好吃，快为小姐布菜啊！婉忧似乎是有意要使唤白姨娘，可婉忧在外这么多年，与白姨娘并无交情，也不该懂得这些，怎么会故意去使唤白姨娘呢？骆诗柔暗中思忖，瞧着唐婉忧使唤白姨娘，却还在空隙之余为唐婉忧做些遮挡，免得她动作太过明显，招得白姨娘嫉恨。却不知自己的遮掩落在了唐可人与白姨娘的眼中，像是唐婉忧先前的动作都是骆诗柔暗中指使的一般。他们就说嘛，唐婉忧那个乡下回来的村姑，府中规矩能懂得多少？来的路上，洛秋二人应当都与你讲过，你爹乃是当今的丞相，深受陛下信重，在这京城之中也算是权势加深。日后你呀，便是这丞相府的大小姐，无人能够欺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都只管与爹娘说。爹好厉害啊！你娘说的是，想要什么都只管跟爹提啊。你大哥唐启云，你方才下马车，他便嘚瑟着同你说过了，眼下是3品御前侍卫，从前的武状元，倒是也没有什么别的本事，功夫呀算得上是厉害的。这京城之中有你大哥在，谁若是惹得你不高兴了，你便让你大哥上门去打。妹妹，母亲说的话你都记着，有要打的人告诉大哥我，大哥乃是3品御前，这京城中的达官贵族我也是打得的，官比你大哥我高的也没多少，不像你二哥只是4品的翰林，找他是无法跟你撑腰的。你也就是欺负你妹妹，现在还不懂。大哥就是读书不行，所以才故意编排我。二哥呀，我也是状元，乃是文官，4品可不见得比大哥3品差。妹妹你现在回来，家中定然是要帮你请夫子，皆是有什么不懂的来问二哥我，二哥定然给你讲的比夫子还好。好呀，二哥，你如此厉害，我瞧着也不必给妹妹找夫子了，你这不是现成的吗？也省了一笔束修，正好拿来给妹妹添几只簪子。好三弟，你这算盘打的可是连大哥都听见了啊！束修也要省，妹妹的簪子你难道还不能从荷包里掏出来？我瞧着你司库里东西是越来越多了，连自家兄弟也要这般的使唤。好啦，你们可是消停些，莫要吓到婉忧了。好了，母亲，是儿子我错了，不比二哥会读书，也得不到母亲的偏宠，实在是让人伤心。二哥有母亲的偏宠，妹妹可得与三哥我更亲近些，我才能好受。嗨，三哥文不成武不就，别的本事没有，只一样，会赚钱。妹妹你想要多少只簪子，多少件漂亮衣服都使得，告诉三哥便是。三哥可不像你二哥那般抠抠搜搜的。他都知晓，他的3个哥哥都是1顶1的好儿郎，在京城无数青年子弟当中都是出挑的。这位是白姨娘，这是你的庶妹唐可人，之前呢也见过了，她可是京城内有名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都拿得出手，还做得一手的好妇呢。唐婉忧随着骆诗柔的话，目光慢慢地落在了唐可人的脸上。唐可人心中得意极了，她在京城之中名声不小，在名门闺秀之中也是无数人簇拥的，即便是庶女出身，也并不影响到这一点。唐婉忧回来了又如何？是嫡女又如何呀？她只会用她的粗俗不堪衬托得自己更加的多才温婉。
母亲谬赞，只是粗略会一些，哪里算才女？妹妹真厉害，同为女子，我对这些一窍不通，连见都没有见过。好端端的说这么多做什么？随便说2句告诉他唐可人是庶妹便好，白白的惹得他伤心。母亲，我可以学吗？会不会现在太迟了，不能？学没有的事儿，咱们家婉优啊才只有15岁，想学什么便学什么，娘赶明儿就让人去请来顶好的夫子。你的3个哥哥也是会得多，尤其是你3哥，与其让他整日在外头胡乱的玩乐，还不如让他在家中乖乖的待着教你呢。是急，从前府中没意思，现在妹妹回来，我当然不会日日往外跑，什么琴棋书画3个我都会啊，诗文赋歌这些东西你2哥最懂得，想学什么都成，大哥还能教你强身健体，他骑射功夫一流，日后出门狩猎还能带你一道玩。谢谢大哥、2哥，还有3哥。唐可人咬紧牙关，难受至极，他不太笑得出来，场中也无人在意他。大姐姐，我与我姐姐是双生，名唤唐盛琪，你应该记得吧？记得的，你是4弟，与2妹都是白姨娘的孩子。唐可人的脸色微僵，他敏锐一些，听着这话总觉得唐婉优是在讥讽他们。记得就好，大姐姐日后也与我跟2姐多多亲近，莫要偏颇。对了，我听闻大姐姐是在乡下长大的，乡下好玩吗？姨娘跟父亲管我管得严，我还没有离开过京城呢，只从前跟着狩猎去过一次，十分有意思。乡下也能四处打猎吗？不过打猎的都是男子，女子应当不能。大姐姐方才说自己没有学过琴棋书画，那乡下女子都学些什么呀？难不成什么都不学？难怪我去过见过一些村姑，都十分没有规矩。大姐姐看着倒是与他们不太一样，并不像那些村姑呢。我不知那些村中女孩玩什么学什么，我都不知。我被人牙子带走后，便关在院子中，日日夜夜让我干活，若是干不完活，便会挨骂，甚至挨打。所以4弟，实在抱歉，你问的这些我并不知晓。这手，婉优啊，娘亲的婉优啊，无碍，这些呀通通都过去了。日后在这京城之中，你乃是丞相府的千金，是娘的心肝，家中最好的一切都是你的，必不会再去受这些苦楚。你娘说的是，你乃是我丞相府的嫡长女，身份贵重，便是在这满京城，除开皇室宗亲，也没什么人能够压你一头，更无任何人胆敢小瞧你。若是有，只管告诉爹娘，爹娘自会帮你讨回颜面。父亲，还未问那人牙子一家眼下在何处？既是人牙子，这些年除了妹妹，不知道还拐过多少人家的孩子。按照律法，绝不可能轻饶。若是依我看，该送去刑部严刑拷打。京城乃是天子脚下，他尚且如此嚣张，说不得背地里有什么人支撑，才敢这般为非作歹。若是不好好拷问，京城中人家的孩子安敢放上街头？为父知晓，但此事牵扯你们的妹妹，为父身为当朝丞相，怎可亲自插手？已将那一家扭送至衙门，让县令依律法处置审问。唐盛琪觉得一股气堵在胸口，出不来咽不下，梗得他胸口生疼。他恼怒之际，忍不住去看自己的姐姐，却见自己的同胞姐姐垂着头，什么话都不打算帮他说。快，吃下来舔舔嘴，这药实在是太苦了，咱们婉优真是厉害。夫人，绣房的人来了，要来帮小姐量尺寸呢。先量尺寸，之前是娘亲考虑不周，做的衣裳都没有合身的，这次量了尺寸，咱们便多做上一些，正好进来有新料子，婉优去瞧瞧，想要什么料子便去选，
多做上几身，也能穿得漂漂亮亮的。娘亲还为你准备了许多头面，届时正好配上你的新衣裳。这些都是近来刚做出来的花样，听闻大小姐要，咱们便立刻抬过来了。您快些瞧瞧。哎，这料子不错，娘瞧着这匹也很好，衬气色。婉幽瞧瞧，中意哪些料子？依娘亲看呐，每种花样都做上一件，也是使得的。娘亲不必如此，先做几身线下穿的衣裳，没准我很快变胖了，那些衣裳穿不下，放着也是可惜了。婉幽说的是，在府中好吃好喝着，娘亲定然能够很快地将你养出些肉来。那便照你的意思来，瞧瞧有哪些花样喜欢的，咱们先做几身穿着，待过些日子咱们再做新衣裳。你几个哥哥若是有你这般体贴，你爹与娘亲我便都能够放下心来了。瞧瞧他们3个整日里没个筹算，婉幽也尽管放心，日后不必节省着，你爹如何都是当朝丞相，这俸禄不说尽够，养我们家婉幽还是足足的。况且你3哥别的本事没有，赚钱倒是1顶1的机灵，他那库房里的金银多的都要堆不下了。要什么好玩意儿，只管找你3哥要便是了，不必为他着想。骆诗柔不放心，又亲自送唐婉幽去了他准备的院子。你且瞧瞧，都是娘亲布置的，若是有什么不喜欢的要换的，或者是有什么要添置的，便只管叫洛秋来告诉娘，娘赶明儿便叫人给你换成你喜欢的。喜欢，都喜欢，娘亲准备的，女儿没有一样不喜欢的。骆诗柔离开之后，洛秋与竹子服侍着唐婉幽沐浴。小姐，您闻闻这膏子香不香？香的。小姐，这可是明珠阁的，那发油还有涂在脸上的香粉都是明珠阁送来的，这些东西京城许多的高门小姐要买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呢，做起来费时费力，都需要早早跟明珠阁打好招呼，才能够提前留下那么几瓶呢。呀，这么名贵吗？是呢。小姐，您猜猜看，这明珠阁是谁的？是谁的？当然是唐玉峰的了。因为这缘故，唐可人从前可是没少受那些贵女们的追捧。小姐您都不知道，三公子在京都里多受小姐们的追捧，不少的小姐掐着尖儿的，甚至想要嫁给三公子呢。盖因明珠阁里的东西是顶顶好的，没有哪家的小姐夫人是不喜欢的，连宫中都有娘娘与公主派人去明珠阁采买呢。那三哥真是太厉害了。倒也不全是因为明珠阁，三少爷的样貌也是顶顶好的呢。京城闺秀们倾心于三少爷指定不少，小姐也是生得好看，与夫人很像，线下还未长开呢，便已经这般漂亮了，日后定然是更加好看。等着吧，我才刚刚回来，这往后的日子，我会让唐可人所有的妄想破灭，会让唐可人亲自体验体验，真正被踩进泥里是什么感觉。既然唐家的恕小姐她不想做，觉得辱没了她，那届时我便另外为她寻一个绝佳的新身份，定然要她满意无比。这晚是唐婉幽重生回来的第一晚，也是她重回唐家的第一晚。她躺在熟悉的床榻上，合上眼，梦中却是没有尽头的黑暗与哭嚎声，婴孩的、兄长的、父母的、府中下人的无穷无尽的哭声呜咽，淹没了唐婉幽，让她反复从梦中惊醒。孙女给祖母请安。婉幽来了，怎的这样早？也不多睡些时候。瞧瞧你这瘦的，祖母心疼，可得快快将身子养好，多养出些肉来。这才刚回府中，你这规矩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多谢祖母关心，婉幽从前并未在家中，对诸多规矩都不懂，担心日后出丑，昨晚便让洛秋教教我，学了些基本礼仪，一个时辰下来也只是勉强像个样子，祖母莫要笑话我才是。昨日刚回来，你还病着呢，哪里急于一时？你这孩子真是太过懂事，祖母怎么会笑话你？
一个时辰能学出这个模样，已经是极好的了。咱们婉幽是个聪慧姑娘。老夫人，您是不知道，小姐昨晚本是困极了，务必让奴婢教礼数规矩，说是日后也与丞相府的脸面有干系了，万不能叫丞相府因自己丢脸。奴婢还想着一时半会儿学不来多少，谁想小姐学起来可快，一个时辰的功夫，礼数已然学得差不多了。咱们婉幽真是个聪明姑娘，规矩学得这般快，想必之后学其他的也快，学得比旁的小姐晚些，倒是也不打紧了。祖母高看婉幽了，只是有些模样罢了，哪里比得过那些小姐从小便学。听闻那些小姐自小便是有专门教习礼仪的嬷嬷，婉幽的礼数学得怕是不够好，想着若是能请嬷嬷仔细学一学便好了。好，待稍后便为你寻个嬷嬷，定然为你寻个顶好的，这才对得起你这一份聪明劲儿。母亲，骆诗柔向老夫人请安行礼，唐可人姗姗来迟。唐可人到的时间不早也不晚，也是挑不出错处的。姐姐到的真是早啊，妹妹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够早了，想不到姐姐竟然比母亲还要早一步，真是羡慕姐姐。姐姐昨晚一定睡得很早吧？哎呀，妹妹我也想早睡，可惜昨晚练字练到太晚，今早竟然耽误了给祖母请安。你这丫头，自己起得晚，还当你姐姐与你一般。你姐姐昨晚可是带着病，学了一个时辰的规矩才睡，今早过来的比你早，可见是将我这个祖母放在心里的。祖母这话说的，像是孙女儿不曾将您放在心里似的。孙女儿明早定然再早起些，来为祖母请安，好叫祖母晓得孙女儿是将祖母放得顶顶重要的。老夫人方才说婉幽昨日学了一个时辰的礼数，说起来婉幽如今回来，也该是给她找个正经的教习嬷嬷，好好的教一教她的礼仪，毕竟比不得那些自小教规矩的小姐呀。这不是方才正巧与婉幽说这个，你们便进来了。依照我看，若是能请到贵妃娘娘身边的教习嬷嬷出宫来教婉幽，是最合适的。老夫人跟媳妇想到一块儿去了，媳妇也是如此考虑，正等着老夫人首肯，便寻思写个帖子递进宫中，让娘娘遣位嬷嬷出来。唐婉幽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一幕，瞧着唐可人攥紧了手中的帕子，她气得要命。要知道自己当初也不过是请了京城之中有名气的嬷嬷来教习，可与宫中的嬷嬷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差地别。下个月院里的梅花便开了，好些腊梅也算是名品，正好可以邀请京中贵人们来家中赏梅，届时也好叫大家知道咱们家的嫡小姐已然归家。老身年纪大了，这些你瞧着定，总归是那些人同僚亲眷，你做事妥当得很。唐可人欲言又止。这日下午，骆诗柔便是写了信送去了宫中，递到了骆贵妃的手里。送信进宫后第3日，宫中便来了一位教习嬷嬷。虽然是嬷嬷，但是宫中出来的身份不一般，宫中出来的教习嬷嬷要严厉一些，但咱们婉幽聪慧，定然很快便能够学会，无需害怕。唐婉幽笑起来，态度自然地与陈嬷嬷说话。这陈嬷嬷知晓唐家的小姐是从外头接回来的，听说很是吃了些苦，原本还担忧是个胆小怯弱的，还头疼该如何才能够教好娘娘的这位贵重的外甥女，没想到竟然是个落落大方的。
大小姐真是聪慧，奴婢教习这么多年，还甚少见到如大小姐这般一教便能够抓住要点的聪明人。嬷嬷过奖了，只是勉强仿着嬷嬷的样子罢了，还是嬷嬷教得好。大小姐谦逊呐。大小姐这般掌握要领，想来奴婢不会在丞相府待得太久，便可回宫中向贵妃娘娘复命了。唐婉忧学得快，到了晚上的时候，嬷嬷便去向老夫人与洛诗柔复命。这陈嬷嬷呀，在宫中也是出了名的教习嬷嬷，十分的严厉。今日对着我与老夫人，却是将婉忧夸了个遍呢，直到婉忧聪明，学得快呢。婉忧前2日请早安的时候还谦逊，如今宫中嬷嬷都夸赞聪慧，想必传到了贵妃娘娘耳中，娘娘也是高兴的。如此甚好啊！婉忧这般聪慧，真不愧是为父的女儿啊！父亲这话说的，不知道是在夸妹妹，还是在夸自己呢？这还不简单呀？你想想，父亲何时对着你说过“真不愧是父亲的儿子”呀？婉忧想要什么，只管告诉爹，不论是什么，爹都答应。婉忧不要什么，眼下能够与爹娘祖母在一处，便满足了。唐正天大为感动，对着唐婉忧又是一阵的夸赞，瞧得唐可人与唐盛琪眼底发冷，心中十分的不悦，连白姨娘的心中都压不住的不满。怎么这野丫头一接回来，他们母子3个人连句话都插不上了？哎呀，姨娘就是怕你忍不住，跟着你过来。你这杯子若是摔了，传出去像什么话呀？就不怕叫你爹知道？届时啊，他当你对那唐婉忧心有芥蒂，还能有你的好果子吃不成？我在自己院中摔个杯子，如今也要他管了？我摔我的杯子，自有我的婢女收拾，干他何事？好了，二小姐啊，咱们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如今方从外头接回来，整个唐家上下都觉得欠着他，自然巴巴的赶上去将他捧着的。你何必在这个关头做些惹你父亲不快，让他疑心你与那丫头不睦的事呢？唐可人气得掉眼泪。姨娘知道你生气，但咱们万万不能因着这一阵生气便自乱阵脚。这丫头才刚回来，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们有的是办法不是？姨娘，她在外这么多年，就是个没有教养的村姑，那些下人却都在私下的说我不如她，就因为她乃是嫡出，我便不如她。姨娘，你瞧见老夫人了吗？明明咱们跟她才是最亲的，可这几日她一见到那野丫头，眼中便没了我。日后举办宴席，整个京城上下都知道那野丫头回来，在京城闺秀中间，哪里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府中下人尚且敢私下议论我，那些闺秀岂不是敢嗤笑于我？无妨，你不必担心有这样一日出现。他即便回来，也只会是你的陪衬，让京中人知晓你才是唐家真正的千金。那野丫头啊，只是个跳梁小丑。姨娘，你是已经想好什么对策了吗？老夫人与夫人着急为他证明，将他推到众人前。下个月便要举办赏梅宴，赏梅宴上怕是会来不少达官贵人，便是不看在你爹的面子上，冲着洛贵妃也要卖夫人这个面子。姨娘的意思是打算让那野丫头在赏梅宴那日狠狠丢脸，自此在京城中抬不起头来。姨娘，是什么法子啊？堂堂男儿总盯着后宅之事做什么？你的书温习了吗？还不快去看书，多多读书，日后才能有出息，比在这儿盯着我与你姐姐有用。好了，莫要在你姐姐的院子里守着了，快些回你自己的院中去。这衣裳正合身，小姐您快穿上试试，瞧瞧如何？定然是好看的，这首饰也是用心，正好与衣服配上。竹子将洛诗柔为唐婉忧准备的首饰盒子也抱出来，与今日一道送来的首饰放在一起，几番比较。洛秋则是为唐婉忧换上了新衣服，新衣服合身，
穿在身上要比先前那身大上一些的衣服看起来精神许多。小姐您瞧，这几样都配这身衣服呢，您喜欢哪样？要那只秋海棠的簪子吧。奴婢也觉得这簪子是顶好看的，配着衣裳最合适了，奴婢为您簪上。唐婉幽笑笑，洛秋与竹子动作麻利，为她梳妆完毕，便去老夫人的院子之中请安了。这小模样瞧着招人急了。绣房这次倒也是十分用心，回头让管家给些打赏银子，可得次次如此用心才行。母亲，哪里是绣风的人用心啊，分明是妹妹生得好看。这衣裳首饰在她身上才能相得益彰，若是换个无眼女，绣方再用心也是没有办法的。你今日可算说话好听了一次。大哥，你这话便错了，非是二哥今日难得说话好听，他不过是说了个实话，你说是吧，妹妹？就你们兄弟几个嘴快。母亲，不是前些日子刚做了新衣裳，怎么又做啊？女儿的衣裳已经多得快要穿不过来了。乖孩子，前些日子给你做的衣裳薄了，近来啊，天气愈发的冷了，这是给府中人人要做的冬衣，不是单给你一人的，你收着便是了啊。瞧瞧，有哪些看得上眼的，从前都没有你的份例，如今总算是能够做你的冬衣，多选上几匹，娘也能够为你多做上几身。唐可人在他们背后听着这话，咬牙切齿地看了唐婉幽一眼。前几日刚做了新衣裳，今日府中人人做冬衣，又要给唐婉幽一人单独多做几身，好似她是唐家的女儿，其他人都不是一般。唐婉幽眼底闪过一丝冷意，垂眸在一匹匹刺绣精美漂亮的布匹上扫视而过，随手选了2匹不起眼的素净布料。后方的唐可人眼底露出一抹喜意，与此同时泄露出来的还有一些鄙夷。哎呀，小小年纪正是该穿得鲜艳的时候，娘瞧着这几匹料子也不错，正配你前日带的那只秋海棠的簪子，很漂亮，这几匹呢也拿去为你做冬衣吧。唐可人牢牢地盯着洛诗柔挑中的一匹料子，心想唐婉幽这个村姑不识货，可是她的亲娘却是顶顶识货的。母亲，女儿的衣裳够多了，这布匹瞧起来很昂贵，做这么多衣裳会叫母亲破费。哎呀，你这孩子，娘亲不是已经与你说过了吗？哪里算得上是破费呢？何况这布料都是你三哥的铺子里头送来的，要多少有多少。你若是喜欢，让你三哥再有的都给你一人留着，你三哥呀定然是高兴的。况且也并非是娘自私库里头给你的，这些呀都是府中宫中出的。你三哥管理铺子赚了好些银子，可不就是给你们用的，何必要为他省着，让他有力都无处使啊？唐婉幽这才不好意思的颔首。唐可人与白姨娘越不过唐婉幽去，只能在后头守着，等到他们挑完，都怪他回来。唐可人妒火中烧的时候，猛然听见唐婉幽的声音：妹妹，你觉得这簪子如何？唐婉幽指尖捏着这只美轮美奂的簪子。母亲，这只簪子真漂亮，我还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簪子。妹妹，你说是不是？唐可人的视线几乎要粘在那只簪子上了。妹妹，你从前见过这么好看的簪子吗？的确很好看，妹妹也没能见过比这簪子更漂亮的。姐姐定然十分喜欢这簪子吧？我很喜欢，母亲，我想要这只簪子。难得有你喜欢的，拿着便是了。这里还有如此多的首饰，有你喜欢的便好。母亲，我觉得这只钗子也很漂亮。不错不错，趁得咱们婉幽啊正合适呢。洛诗柔高兴地叫洛秋和竹子帮自己小姐将挑中的全部都收起来。这个贱人怎么选了这么多，都恰好是我喜欢的东西。唐婉幽余光瞥着唐可人，在珠宝上流连的指尖又顿在了一对珠玉耳坠上。这个贱人将顶好的东西都挑走了，
只留这些不入眼的东西，我还挑个什么劲儿啊？妹妹与白姨娘也快来挑一挑吧。有什么好挑的？好东西都被你一个人弄走，余下的这些东西我根本看不上眼。多谢姐姐。唐可人的目光扫过剩下的布匹与首饰，只能勉强选出一些还算能够看得过去的。他心中愤怒的时候，唐婉幽忽然走到唐可人的身旁来，他的忽然靠近吓得唐可人一跳。妹妹，这只簪子也很漂亮，适合妹妹，妹妹戴起来好看得很，妹妹你喜欢吗？唐可人被洛世柔盯着，不能露出丝毫的不满，可还是险些笑不出来。这只簪子适合他？唐婉幽眼睛是瞎了吗？如此老气的款式给他姨娘戴都嫌太老。是吗？多谢姐姐帮可人挑选，姐姐选出来的妹妹都是喜欢的。真的吗？妹妹也喜欢就太好了。既然如此，祖母说下月便要办赏梅宴，届时妹妹便可以带着这只簪子。这只簪子的颜色也很漂亮，到时候在赏梅宴时一定能让许多人眼中一亮。这只簪子在赏梅宴上戴着，让那些名门闺秀看见自己头上插着这么一只老土的簪子，是叫他们瞅得眼前一亮吧？好啊，那便按姐姐的意思，届时赏梅宴上带着姐姐亲手为我选的簪子。唐可人带着一盒子不甚合心意的首饰回到了自己的院中，心中老大不乐意。你既不能服了大小姐的面子，可这簪子戴上去叫人家瞧见，实在是丢脸。姨娘你放心就是，我届时找个由头推脱，便说忘了。忘了让丫鬟去一趟有什么麻烦？得想法子将这簪子弄坏，最好还是当着她的面弄坏才行，知道吗？还是姨娘想得周到。说来这冬衣做好，赏梅宴也便快了。姨娘可做好了安排？你放心便是。小姐瞧，这是为您做的冬衣。小姐不若试试，瞧瞧合不合身。若是不合身，正巧一道带回去改改。小姐这样好的颜色，要合身的衣裳才更能衬托呢。做得很好，劳你们费心。这衣服我喜欢，不必试也知道是合身的。我先前的衣裳也是劳烦你们做的。哎呦，哪里担得起小姐劳烦二字，都是本分。您喜欢便是再好不过的了。唐婉幽想到上一世，这衣裳被自己阴差阳错的漏过，这辈子又再度的送到了她的眼前来。不过她再不是上辈子什么都不知道的那个小丫头了。唐可人母女俩本在这上头下了药，而后买通了绣娘，将料子用熏香混着药熏透了，叫人闻不出问题来，再送到唐婉幽的手中，等着她在赏梅宴上穿。这衣裳只要穿上一段时间，便会让人肚腹不适，频繁的想去茅厕。唐婉幽微微垂眸，视线落在绣娘腰间坠着的一个小小香囊上。这是你自己绣的吗？哦，民妇手艺不精，叫小姐见笑了。绣得不错，里头的香味我没有闻过，很是好闻。你身上的衣服都熏上了这种味道。你这香囊可以给予我吗？大小姐说的是哪里话？您若是肯赏脸要，那实在是太好不过，只要您不嫌弃。你去送送她吧。小姐给你的打赏。哎呦，多谢小姐，也多谢姑娘，劳烦姑娘回去带民妇谢过小姐。小姐可要试试，这件衣裳缎面漂亮，夫人让小姐正好赏梅宴那日可以穿，眼下试试，正好瞧瞧该配些什么头面。洛秋，我想让你办个事。小姐，您吩咐奴婢便是，您是奴婢的主子，自没有奴婢不能为您办的事。你去跟着那绣娘，瞧瞧她去了哪里。是。小姐，奴婢随着那绣娘，见她去白姨娘院中送衣裳，出来时似乎高兴极了，连她腰间的荷包都沉了不少。小姐，今日送来的衣裳怕是有意，不若咱们再好好看看，亦或是禀告夫人，请夫人暗中叫人来查一查，是否是奴婢多虑。这件事我自有主张，不要惊扰母亲。
若是让母亲知晓，只会让母亲白白为我忧心。这些日子以来，母亲已经够为我操心了。是，奴婢谨记，定然不会多嘴。奴婢是小姐的丫鬟，一切听凭小姐吩咐。我知晓，你将这香囊找个盒子好好放着。难不成问题便出在熏香上？否则为何小姐要来这香囊又不用，反倒是要放着？洛秋转过身的时候，唐婉幽竟然在写字。他桌角放着一盒宣纸，此刻自己铺了一张纸笔在上头写字，动作利落，一手簪花小楷，根本不似是初学者。这几日你替我去将这纸上的东西买回来，莫要让其他人发觉。我知道你是聪明妥帖的，交给你我很放心。小姐放心便是。几日后，唐可人的衣柜角落里多了一只香囊，无人察觉。到了赏梅宴前一日的时候，府中忧心唐婉幽，害怕他明日会出差错，便请教习嬷嬷再度帮着他好好的过一过流程。唐可人从丫鬟那里得知唐婉幽在花园中的时候，顿时觉得机会来了。这几日他一直在想法子，要在唐婉幽跟前将那簪子弄坏，奈何一直未能寻到合适的机会。将我头上这2只簪子拔了，用先前姐姐为我选的那只簪子。他坐在铜镜前，眼瞧着那老气的簪子到了自己的头上，脸色变得不愉。这簪子真是丑极了。唐可人笑容满面地去了花园，远远地听见那嬷嬷在夸赞唐婉幽：小姐实在是聪慧，明日赏梅宴想来也是不必担心的。换了其他的夫人小姐瞧见，小姐这般的进退有度，哪有不喜欢的呀？唐可人心中嗤笑，心想这嬷嬷还可真是会捧人呢。姐姐，你原来在这里呀？妹妹怎么过来了？本是想着来花园逛一逛，没想到凑巧碰见了姐姐，便想着来与姐姐说说话。原来姐姐是在为了明日的赏梅宴学规矩啊，如此妹妹便不耽误姐姐。姐姐慢些学，妹妹去别处瞧一瞧。好。唐可人转过身的时候，脚步一错，身形晃动，他头上的簪子也在这样的晃动之中脱落。唐可人用余光瞥着簪子的模样，如此一来，唐婉幽这贱人还有什么话可说？二小姐可有碍？妹妹有没有摔伤啊？若是哪里伤到，我便叫洛秋去请大夫来。谢谢姐姐关心，我没事。姐姐，这簪子坏了。这簪子妹妹如此喜爱，实在是可惜。妹妹你不要伤心，母亲说过三哥的铺子中有擅长金银首饰的，我去问三哥帮你修，定然帮你恢复原样。会不会太麻烦三哥？怎会，我去请三哥就是，只要妹妹能高兴，那就再好不过了。三哥定然不会觉得麻烦的。总之呢，妹妹放心就是。若是实在修不好，我便问问三哥能不能为你打造一只一模一样的簪子。那便麻烦姐姐了。这簪子日后难不成要阴魂不散了？当真是这个贱人选出来的东西，与这个贱人一样。唐婉幽自花园中离开后，亲自去找了唐玉峰，将簪子送到他的手中，托他请匠人将簪子修好。小事一桩，三哥定然叫人给你修的与原样丝毫不差。三哥，这簪子可以修快些吗？明日赏梅宴前能够修好，便再好不过了。这有什么呀？你三哥我亲自去跑一趟，让他们动作快些总行吧？哎，放心就是，修好了我给你送来。唐婉幽抿着唇瓣道谢。哎，你是我亲妹妹吗？咱们兄妹之间说什么谢字啊？好了，你等着就是。娘亲还忧心你未能好好休息，今日瞧着气色很是不错，娘亲便放心了。洛诗柔瞧着唐婉幽戴上簪子，整个人靠着衣装也有了几分家中娇养长大的意味，尤其是一双黝黑的眼睛，瞧起来便是觉得灵气盎然。真不愧是娘的女儿，
这般漂亮，今日出去不知道压了多少小姐们的风采。这簪子也漂亮，戴在我们婉优的发间，更是格外的好看。夫人说的是极了，小姐今日真是格外好看，也不知道稍后出席能看呆了多少人的眼睛。娘亲是看自己女儿才会如此，哪有这般漂亮？洛诗柔笑呵呵的又说了几句，末了有婆子来请示她。好了，娘先去瞧瞧外头，稍后宴席开始，再使人来叫你出去。眼下还早着呢，你再休息些时候，届时去了宴席上也不必害怕。你乃是咱们丞相府的嫡千金，这京城之中的身份能够越过你去的可是没有几个，大胆一些啊！唐婉优颔首，洛诗柔这才放下心来，出了院子去招待那些宾客。唐雨峰背着手到唐婉优院子中的时候，瞧见唐婉优正在廊下慢慢看书，看的是小孩看的，忍不住一笑。学得挺快啊，不怪乎上到祖母，下到小丫头都夸你聪颖。过几日府中便会为你请夫子，若是有不会的功课，只管来问我就是。洛秋在一侧听着，闻言却是垂眸，心想他家小姐已经能够写上一手好看的簪花小楷了，哪里是不识字？三哥，嘿，瞧瞧，是不是与原本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多谢三哥。妹妹，你这簪子着急今日要，是打算在今日赏梅宴上戴吗？这簪子倒是不错，但是今日赏梅宴戴兴许不大合适吧，不如换其他的簪子。我瞧着你头上这只便很不错，还是别换了吧。三哥误会了，这是二妹妹的簪子，她十分喜欢，昨日却在花园里不小心摔坏了，我那时正在花园，瞧见她十分心疼，便想着三哥定然是有本事能够在赏梅宴前修好的，于是便想着不要让二妹妹难过，将这只簪子要了过来，求三哥你。三哥果然厉害，这样快便将簪子修好了，我便知道找三哥啊，定然是没有问题的。嘿，你三哥什么事儿都能给你办成。去送给二小姐，便说三哥已经帮她修好了，与原样没有丁点差别，叫她不要再伤心，今日赏梅宴能够带上她喜欢的簪子了。小丫头接了盒子，应声：罢了，还是稍后我与妹妹见面，再亲手将簪子给她吧。对了，婉优，今日宴请名单中，王公贵族也在列，父亲乃是丞相，几位皇子王爷必然会赏光赴宴，届时在宴席上定要小心一些，旁的人都无碍，越不过你的身份去，只多多注意这几位便可。唐婉优乖巧的应声。唐婉优看着他离开的背影，脑海中高兴的情绪有了一些变化。今日陆子初也会赴宴，主子，咱们也是时候去前厅，方才夫人派人来唤小姐过去了。好，你去将书放好，带上簪子，咱们去前厅。到了花园旁的路上时，唐婉优竟然与唐可人正巧撞见。二妹妹，等等。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姐姐，真是巧啊！咱们正好一道去前厅。正好，我也是这样想的呢。二妹妹今日这身装扮真是漂亮，簪子也很好看，二妹妹一定是用了心思了吧？当然是用了心思的，特别是为了不带上你那丑簪子，是花费了好一番心思呢。可惜还是比不上姐姐之前为我挑的簪子。说是那簪子没有在昨日被我摔坏，今日正好可以带着它。哎呀，早知如此，我昨日便不会早早带着它走动。若秋，你将东西给我，妹妹猜猜看，这里头是什么？唐可人心中冒出了一个不妙的猜测来。三哥铺子里的人能这样快就将簪子修好吗？这才过去一夜。这是什么？姐姐莫要再卖关子了。你瞧，我特意跟三哥说，劳烦他快一些，在宴席开始前将这簪子修好。昨日还是三哥亲自去送，叮嘱人快些修好的。今日一早果然赶上了，与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唐可人只觉得自己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二妹妹能这样喜欢我挑的簪子，我实在是太高兴了。这簪子已经修好了，二妹妹便不要不开心，我来帮你将这簪子簪上吧。好啊，多谢姐姐。妹妹，我刚回到家中不久，这是第一次参加宴席，有诸多的不懂。虽然昨日嬷嬷教了我不少，母亲也叮嘱了许多，可我还是担忧自己出错了，稍后宴席便靠妹妹你提醒了。也不知今日宴席会来多少人，我还不大能够记住，若是出了错处，自己丢脸事小，让父亲与母亲丢脸便不好了。妹妹，你说是吗？姐姐说的是。我记了母亲给的名册许久，人太多，总是担忧记混了。妹妹想必对京城名门闺秀们的出身都十分清楚了，有妹妹在，我便放心了。啊，对了，妹妹头上这发油的味道真好闻啊。姐姐放心，宴会上我一定会帮着姐姐的，必然不会让那些宗府小姐们看清了姐姐。唐婉忧得到了他的承诺，似乎变得更加的高兴了，觉得唐可人是她的亲姐妹似的。小姐，时辰不早了，咱们还是快些去前厅吧，若是迟了便不好了。好，咱们快去吧。宾客们瞧着出现的两位小姐，视线转了一圈，最后纷纷落在了唐婉忧的身上。丞相府庶女唐可人，在场的人都是认识的。眼下瞧着与她一道出席的唐婉忧，穿着小姐的服饰，完全是个生面孔，却长得和唐夫人很是相似，顿时知晓这位便是唐家寻回来的大小姐。哎，不是说这位大小姐是在乡野长大的，怎么瞧着也不像啊？这才回唐家月余，规矩便学得这样好了。只能说到底是嫡出千金，天性使然，纵使在外头养了这么多年，一回到唐家还是有个名门闺秀的模样。瞧着生得美呢，就是瘦弱了些。洛诗柔瞧见唐婉忧终于出席了，立刻高兴地上前，对着唐婉忧眼神示意。随后他唐婉忧神态自若，与唐可人一道向着众人见礼，一举一动行云流水，没有丝毫差错，端的是落落大方，仪态俱佳。这乃是小女月前归家，还未与各位见过。小女非是长在唐府，不懂得这京城之中的规矩，最近才请了嬷嬷从头细心学起，可是难免太赶，有些疏忽的地方，日后若是有行差错漏之处，还望大家多多包涵呐。唐婉忧跟在洛诗柔的身旁，瞧着宴席里的面孔，只觉得张张都熟悉。夫人说笑，唐小姐这般温婉，瞧着便是个温谦懂礼的姑娘，哪里会有错漏处？是极是极，唐小姐出入的这般灵秀，若是不说，旁人当真是瞧不出。这竟然还并非是在丞相府养大，实在是不愧为丞相府大人嫡女。唐小姐这样的品貌，便是有些小错处，又哪里会让人想要追究啊？只觉得女儿心性可爱可怜，丞相夫人如此说，便是折煞我等了。她站在洛诗柔身侧，瞧着自家母亲与他们谦逊的应和，自己也是装作害羞的模样，微微的压着唇角含笑，侧目却是瞧着唐可人闪烁的眼神。他瞧着这些人对唐婉忧众星捧月一般，自己分明也站在旁侧，活生生的成了个透明人。从在后院遇见唐婉忧起，便十分不妙的心情愈发的不好。唐夫人这女儿生的呀，实在是好，竟与夫人您像了足足有7、8分呢。瞧瞧这漂亮的眼睛，真是让我这心都化了。可惜呀，我生了3个儿子，却没一个漂亮女儿。是啊，丞相夫人好福气，就是瘦了些，在外可曾受苦。如今回到丞相府，不同往昔，大小姐好好将养，日后啊，还不知有多少人要踏破丞相府的门槛呢。大小姐这些年在外可曾读过书，是否会识字呀？洛诗柔听见这个问题，虽然心中有所准备，可难免仍然是觉得不愉。并未，我从前在乡间长大，连书都不曾见过几次，没能识字读书。
他这样老实乖巧的答话，让洛诗柔都是一个怔愣，随后又觉得自家女儿实在是惹人心疼，乖巧的要命。然而不远处的唐可人听完这话，心中顿时就嗤笑一声，想唐婉忧怕是要被这些夫人瞧不上了，哪家主母能够不识字儿啊？名门千金，琴棋书画不求样样拿得出手，可若是连字也不识得，说出去实在是贻笑大方。可惜了，若是稍微识得一些，都要比这要好。做主母的多是八面玲珑的人物，顿时便笑着道：不错，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读书识字也好。唐婉忧闻言，对着说话的夫人笑了笑，似乎是在感激她能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旁侧盯着他们的唐可人瞧着这一幕，心中却是觉得更加的可笑，以至于之前的恼怒都消散了不少。那头的唐可人见唐婉忧吃瘪，觉得他再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想着还不如先去寻几位自己相熟的小姐说话。母亲，我跟妹妹过去与那些小姐说说话。洛诗柔心中不快，瞧见女儿要与同龄人相处，立马拍拍她的手，让她过去了，省得再留在这里叫人挑拣。她到了年轻小姐们聚在一处的席位，便见骠骑将军家的孙女江明琪仰着头，目光打量，最后视线落在她的头上，最终忽地发出一声嗤笑。唐可人顿时意识到他要说什么。唐可人，你今日这装扮可真是不错，尤其是这簪子选的实在是巧妙。怎的？如今你嫡姐回来，你的眼光也日益进步，竟是到了叫我等攀不上的地步？其他小姐们原本还未注意到唐可人头上戴着的簪子，听见江明琪的话，目光顿时就聚集，朝着唐可人的头上看过去。小姐有所不知，二妹妹对这簪子十分喜爱，簪子送来时便准备留着今日赏梅宴上戴上。她对这簪子十分宝贝，昨日还未能忍住带出来试了试，可惜不小心摔坏了，让她心疼了好一阵。唐婉忧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唐可人还打算将这簪子的来路推给唐婉忧，让众人来讥讽唐婉忧呢。唐可人恨不能够扑过去捂住唐婉忧的嘴，早不过来晚不过来，偏偏这个时候过来。昨日我瞧见他那心疼的模样，便拿着簪子去求了三哥，工匠赶工一宿，才将这簪子恢复原样。总算是在赏梅宴前将簪子给了二妹妹，让她能够高高兴兴的带着这簪子来见大家。这簪子真是丑，我娘都不戴这样的簪子。从前怎么不知晓唐可人竟然有这般的喜好？唐可人被这些视线看的是怒火中烧，这些怒火的源头是唐婉忧。唐婉忧这个贱人。二妹妹，劳烦你替我介绍一下诸位小姐，我还不熟。好啊，姐姐。他便再忍忍，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只能在心中不断的安慰，稍后唐婉忧便会丢脸。这位说话的是骠骑将军家孙女儿，闺名江明琪。江小姐，初次见面，日后在京城中还请多多关照。见过唐小姐呀，不敢说关照，日后京城中大家都是姐妹。唐可人瞧着江明琪对唐婉忧的好脸色，顿觉失望，心中更加的不忿，怎的对他便这样的阴阳怪气？这位是工部尚书幼女沈傲雪，这位是詹侍郎家中嫡长女孙玉秀，这位是京畿红将军嫡次女钟瑶。唐婉忧与这些小姐互相见礼。京城中云水阁跟香玉坊里的胭脂水粉是顶好的，届时唐小姐有空，咱们可以一起约着去铺子中逛一逛。届时也叫上我一道。好呢好呢，云水阁最近新出了一种熏香，我闻着也很不错，可以用来熏衣裳，味道颇淡，但是十分的悠长，你闻闻。他们聊天说起京城之中的铺子，胭脂水粉绫罗绸缎，唐婉忧一概装作不知的模样，但事实的时候也会笑着应和上几句话。
他寻了自己相熟的名门千金坐在一处，可忍不住的去关注唐婉忧。瞧着他这副如鱼得水的模样，心中十分不快。殊不知，不仅他在关注唐婉忧，唐婉忧也用余光在关注着他呢，只是比他更为隐晦。唐可人几乎在瞧着，一如方才夫人之间关注唐婉忧那般，如今小姐之间，他也成了个透明人。哎，说来最近京中的观鹤楼开了，婉忧若是有空的话，咱们正巧可以一起去瞧瞧。刘小姐怕是请错人了，胭脂水粉请姐姐一道去还行，可这观鹤楼里卖的东西，姐姐怕是不懂，去了也十分无聊，没有什么兴趣的。哎呀，毕竟姐姐先前乃是在乡间长大，受了不少苦，连字都未曾识得，哪里能够像我们一般学琴作画呢？不过也好，我姨娘日日逼着我练琴，姐姐便可免了这劳累。其京城中无非是各种铺子，这么大块地方逛来逛去，这些年大家怕是都腻了。姐姐在乡野间长大，看见的都是我们不曾见过的，可有什么趣事，不如说来听一听。唐可人一提及唐婉忧在乡间长大的事情，席间的千金们脸色纷纷变化。乡野间长大并非是什么趣事，你怕是不想知道的。哼，唐可人，你这些年在丞相府锦衣玉食，是已然不知道人间疾苦了。若是觉得乡野这般好的话，你不如与你姐姐换一换。我并没有那个意思。心中暗骂江明琪无数遍，江明琪可不管他有意无意，根本不给他辩解的机会。哼，你若不是觉得乡野有趣，那便是在故意揭人伤疤。怎么？你姨娘逼你练琴，你觉得不快，所以有事儿没事儿于人前提什么乡下，让你姐姐也跟着你一道不快？多谢江小姐为我说话，不过家中庶妹应当并无这个意思，只是好奇，江小姐莫要为此气恼。这话是在帮唐可人，可是落在唐可人的耳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听着刺耳。这么些年，我都要险些忘了唐可人只是庶女。哼，谁不是呢？她姿态摆的可是比嫡女还要足呢。瞧瞧她身上用的那些东西，你们家的庶女能够用上这样好的东西？没有，这哪能比呀？她用的可是嫡出大小姐的份例，这些年嫡小姐不在，好东西怕是都进了她院子里。莫说我家的庶女没得比，兴许我都没得比呢。哪里没得比呀？有一样却是有的比的。什么？那掐尖样呗。你家中的庶女难不成不是如此？装模作样，分明要掐尖与你抢东西，还要装个可怜，好似你欺负了她似的。宁姨，还是你会说，瞧瞧你这嘴，你家中的庶女可曾被你说哭过？没法子，我可没有唐家的嫡小姐那样好的脾气。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是压着的，可毕竟离得近，而唐婉忧也是看起来更加的可怜。唐小姐，你实在是善解人意，可见得不仅生得漂亮，心地也极善良。说的是，唐小姐有所不知，当年唐夫人可是京城中有名的美人呢。唐小姐与唐夫人生得像，也是美人一个，这模样啊，我瞧着都羡慕啊。唐小姐何必一直站着说话？宾客瞧着还差一些，应当稍后才会一道去赏梅，不如来与我们坐在一处吧。唐婉忧这个贱人回来，果然就没有好事。姨娘安排的手脚怎么还没有发作？再如此下去，等不到唐婉忧当众出丑，我先将人丢尽了。唐小姐从前在外，自己府中的梅花也是头一次看吧？是呢，唐小姐家的梅花十分漂亮呢，去年也办了赏梅宴，我随着母亲一道前来，那花开得特别的好，花香悠悠。在梅园之中转上一圈，我回家后身上还带着淡淡的梅花香气。老夫人命人打理这梅园，想必是十分的用心。我去年也来了，不知今年的梅花开的是否比去年还要漂亮啊？今年还看什么梅花呀？今年岂不是人比花娇？说起来，唐小姐，你家三公子开的首饰铺子内有些样式实在是漂亮，
可不止我们1人2人觉得漂亮，回去都买不到。可否与三公子说一声，帮我们提前定下一些呢？是呀，时常抢不到。上次我瞧见一个露银的镯子，上头的刻花十分好看，可惜去铺子中时早被卖空了。还得要婉优与我们一道去才好，这样咱便可以借着婉优的名头，让铺子将咱们要的珠钗留好，也算是狐假虎威一次。说的有理，不知道婉优愿不愿啊？这个我去恐怕无用，还得问一问我三哥。若是我三哥点头，那各位小姐想要什么都是能够留下的。说是等到赏梅之后，唐婉优身上才发作，那也实在太晚了。姨娘怎么会出这样的纰漏？正这样想着呢，唐可人忽地觉得有些不对劲，感到腹中一阵的动作。因为这一阵异样，唐可人有了不好的预感。哎呀，怎么偏偏这种时候不舒服呀？少顷，唐可人只觉得脸上烧红，他努力镇定下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哎，你闻见什么味道没有啊？唐可人觉得自己的肚子方才消停一小刻，再度折腾起来。他咬牙，可是根本憋不住，再度放了个屁。好臭啊！你们闻见什么味道没有啊？是谁吃坏了肚子不成？我猜也是，若是吃坏了肚子，还是好好休息，不要想着赏梅了吧。是啊，再在梅林间受风，既是更加的难受。听着虽然是关心，可唐可人却想，这些人不过是为了让人自己站出来。说的是，还是不要在此处强撑着了。唐可人正要松口气，这口气还未能彻底的松下来，便感觉到又是一股气下行。我方才听见动静了，唐可人，是不是你腹中不适啊？周围的姑娘们闻声，顿时将一道道的视线都投向了唐可人。怎么会？唐可人脸色愈发的难堪，一张脸忍不住的涨红。发作的时间可真是不错，若是时间足够，这消息甚至能传到南滨那头去。唐可人极看重自己姻缘，若是因此坏了他在京城清俊中的形象，还不知道会气成什么样呢。怕是会发疯吧？似乎是二妹妹，好像确实是唐可人。她做什么了？怎么这些人都避开了她？我去瞧瞧，二妹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二妹妹出了何事啊？唐可人原本是窘迫无比，这会儿唐婉优凑到自己的跟前来，她的难堪情绪瞬间褪去了不少，变成了愤恨。二妹妹，我们是姐妹，有什么事你只管告诉我，姐姐会帮你想办法的。想办法？想什么办法？今日本该丢丑的是你，还想什么办法？你能来替我吗？唐婉优还一副好人样的望着他，唐可人脸色通红，一句话没有说，扭头便跑掉了。他跑得匆忙，唐婉优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活像是一番好心被人撇开。大小姐无需担心，二小姐应当是吃坏了东西，眼下腹中不适，先去休息片刻。哦，原来是这样啊，多谢周小姐了。可人那丫头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句便走开了，还那般的慌张没规矩。你去瞧瞧，看是何事。夫人放心，奴婢这就去看看二小姐。呀，瞧见梅花了，今年的梅花开得可真好，瞧着似乎比去年的还要更好一些呢。是呀是呀，难不成是这梅园知道婉优回来才开得这般繁茂，真是好兆头呢。就你会说话。唐婉优被他们说的脸颊微红，有些不好意思。还有人瞧着这样的景象，忍不住当场作诗的。唐婉优循着声音瞧过去，啊，这是柳星儿，先前在席间你们见过一面，只是认识的人太多，不知道婉优你还记不记得她？柳星儿是京城里头有名的才女呢，吟诗作画都十分拿得出手。对了，婉优，说起来你应当知晓你二妹妹也是京城之中有名的才女吧？刚回家的时候便听母亲说过，说是二妹妹很会作赋，不像是我，连字都识得不多。哎呀，左右你二妹妹与柳星儿争抢着才女的名声，我们看看就是了。你眼下识字少，之后好好学，与我们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是呀，不必在意。柳小姐无愧才女之名啊，这诗有梅花之韵在其中。说起才女，唐小姐怎么今日没有出来作赋？如今大小姐回来，你该称一句唐二小姐。是，不过怎么连唐二小姐的身影都未瞧见呀？
家中妹妹吃坏了肚子，需要先行离开一阵，实在是抱歉。这话一出，一行人眼神各异，不少人露出了明了的神色来。他们就说嘛，先前怎么闻到了一股臭味，原来是唐可人呢。唐大公子，你家妹妹刚接回来，如何？可还适应京中生活？有什么不适应的？我妹妹乖巧的不得了，咱们一家子都喜爱她。她起初害羞一些，现如今已经与我们十分亲近了。哪里与你亲近啊？大哥可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妹妹与我最是亲近的，不仅乖巧懂事，温柔漂亮，还十分聪慧。我妹妹顶顶好，就是瘦弱了些许，瞧着便让人心疼啊。眼下还小，没怎么长开，等在府中多待上一些时日，好好养养，没准啊，能做京城第一美人呢。好了，我妹妹才15岁，还小着呢，各位可少打我妹妹的主意。咱们家可是3兄弟，打我妹妹主意前，各位还是好好想想，打得过我大哥，还是辩得过我，亦或是能比我3弟会赚钱，不然可过不了我们这一关。非呀非呀，要打得过大哥，辩得过二哥，还得比我会赚钱，才能打妹妹的主意，少了一样都是不行的。你们3兄弟实在是可恶啊！若是照你们这个规矩找下去，京城谁还能娶得了你们妹妹啊？就是呀，也不怕唐小姐知晓你们做哥哥的如此挡自己的姻缘，日后与你们使气。我家妹妹才不会与我们使气呢，她乖着呢，何况她才归家，咱们家还要多留着她几年，巴不得她姻缘晚些到呢。大皇子到，3皇子到，4皇子，2公主，5公主到。3皇子陆子初，他也来出席了。今日大好的日子，又见到诸位殿下与公主，说是再分席而坐，难免生分，也冷落了几位殿下。夫人，依照我瞧，不若让下人将席位并拢，也好让几位殿下能有人陪伴说话解闷儿。您觉得如何呀？是极，有几位殿下在，合并席位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儿，只是要劳烦丞相府内的下人再奔走一趟。他们打的是什么样的心思，骆世柔哪里会不清楚啊？眼下这样好的时机，皇子公主均是到了适婚的年纪，正是让群臣家中儿女热切的时候，岂愿意离得太远啊？这提议倒是不错，只是还要请示几位殿下的意思。丞相夫人无需在意这等小事，并席而已，便如这位夫人所说的办吧。啊，如此，便请几位殿下与众客人们稍等片刻。挪席的空隙，陆子初再度瞧了陆玉琢一眼，这正是接近唐婉幽的好功夫。陆玉琢收到了自己胞兄的眼神，心中有些许的不满。这个唐家嫡女不过是个乡野间养大的粗鄙村姑，却是要她堂堂公主之尊，屈尊降贵的主动交好，实在是叫人心中憋屈的厉害。奈何自己的哥哥要成大业，便必须要娶了这个乡巴佬。陆玉琢很快便瞧见了唐婉幽的身影，这会儿比刚进梅园众人行礼的时候离得更近。他将唐婉幽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遍，心中的不屑更加的浓郁，面上却是含着一缕亲切的笑容。这位便是前些时日父皇曾提及过的唐家大小姐吧？大小姐的闺名可是婉幽？唐婉幽露出了惊喜的神色来，似乎全然没有想到陆玉琢竟然会主动走过来与自己招呼问好一般。陆玉琢心中满意于唐婉幽的反应，这与他预想之中的相同。臣女闺名却叫婉幽，多谢公主殿下惦念。谁要惦念你啊？若不是你亲爹乃是丞相，又得父皇万分的信宠，你这等在乡野之间长大的村妇，一辈子也不可能出现在本宫眼前。早先唐小姐归京的时候，本宫在京中便是听说了这件事儿，一直想着要见一见你呢，眼下终于见到了，与本宫想的一般，美丽出色。公主殿下谬赞。陆琴在一群贵女之中寻找着自己熟识的身影，比较起唐家这位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头长大的嫡女，
陆晴要更加喜欢唐家的庶女唐可人。你瞧见唐家的二小姐了吗？公主，似乎方才宾客行礼时就没见到二小姐的影子。去找个下人问问。你家二小姐在何处？怎么赏梅宴不见二小姐身影？我们公主在找她。回这位姐姐，小的也不知晓二小姐身在何处，只知道二小姐先前还与其他的小姐们一道来了梅园，后边便是没有瞧见二小姐的身影了。公主，唐家的奴仆也不知道，说是唐二小姐先前还随着一众小姐们来了梅园呢。不若去问问唐家大小姐吧，她们是姐妹，她该清楚二小姐的去向。谁要去问她？一个乡下村姑，本公主才不屑和她有交集。既然来了梅园，想必其他人也是见过唐可人的，问其他小姐不也一样？公主说的是。你们今日可见到了唐可人？知道她现在去了何处？贵女们面面相觑，想到唐可人与二公主的关系似乎还不错，心中觉得唐可人也是运气好，攀上了二公主。有二公主为她撑腰，纵使她不是嫡女，也不会被唐婉忧压得太狠。不过唐可人眼下可能不想被二公主找到。回禀公主殿下，二小姐先前吃坏了肚子，所以先行离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新出席赏梅宴呢？不过是吃坏肚子而已嘛，有什么好笑的？这群人当真是莫名其妙。去找个唐府的下人，带本宫去寻唐可人。宫女应声，你别管这些了，带我家公主去找你们的二小姐。二妹怎么在赏梅宴上还跑去找那个庶女？不过一些小小庶女有什么可看重的？如此离奇，服了唐婉忧这个嫡女的面子，真是头脑拎不清啊。陆子初淡笑不语。陆晴是个没脑子的，喜好奢华，做人嚣张，怎么会将唐婉忧放在眼里呢？不过也好，他越是这样高高在上，不将唐婉忧放在眼里，陆玉琢对唐婉忧的亲切温柔便越是能够凸显出来。啊，这位便是丞相口中的大小姐吧？百闻不如一见，大小姐果然貌美如花，这满园的梅花都不及大小姐的容色。陆承言说完，便察觉到了自己未能表现好，心中懊恼。某不才，琴棋书画礼乐骑射里头样样不行，唯有画还算勉强能看，今日献丑。孙兄，正好，你我一起作画，瞧瞧谁能将这梅花画得更好。既然如此，诸位稍后片刻，下人这边去取笔墨丹青来。另一头，羞愤离开梅园的唐可人从茅厕出来，恼怒无比的让婢女去为自己准备新的衣裳。公主殿下，奴才见过公主殿下。陆晴走进院子中，唐可人没想到陆晴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来到自己的院子中找自己。公主殿下，您竟然来了。陆晴瞧见唐可人，才算是觉得顺眼的多了，比那劳什子的嫡女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不过他没能走近唐可人，忽的便闻到了一股臭味儿。可人，你身上怎么一股子臭味啊？是不小心沾上什么东西了吗？哎呀，你还是快些去换衣服吧，我在外间等你。好，公主稍等，我马上出来。去将这身破衣服烧了，再也不要让它出现在本小姐眼前。婢女埋头将衣裳收拾好，心中还有些心疼，这可是刚刚做好的新衣裳，用的都是上好的绸缎，一匹花的银子都足够寻常的人家几年嚼用的。多点点香，炉子里的香料多加一些，又不是没有。唐可人的心中恨恨的，该死的，一定是绣房的人办事不牢靠，将他与唐婉忧用的熏香混淆了，这本该是唐婉忧的下场，结果竟然叫自己出了这么大的丑。陆晴在外间已经是等得有些无聊了，瞧见他出来便道：怎么这么慢呢？总算是出来了。公主殿下久等。可人也不想叫公主殿下久等，可惜今日实在是没想会出这样的事情。
你好端端的，怎么吃坏肚子了？丞相府的吃食，难不成还会出这种问题啊？公主殿下有所不知，原本也是没什么事的，奈何如今姐姐归家，兴许是想要与我亲近，便弄了些玩笑。她从前是乡间长大，不懂得闺阁中的礼仪规矩，兴许以为这只是什么无伤大雅的小玩笑罢了。哼，你这嫡姐当真是粗鄙无礼，如此捉弄家中庶妹，传出去，丞相的名声都要毁在她手中。哼，果然是乡间长大的野丫头，没规矩，什么事情都敢做。她胆敢如此对你，恐怕也是知晓自己是嫡女，而你是庶女，在家中她要对你做何事，你都要受着。二公主莫要生气，更不必因着臣女去寻姐姐的麻烦，否则叫姐姐知晓，臣女怕什么呀？你怕什么呀？你乃是本宫的友人，与本宫交好，他敢？哼，无妨，不让他知道不就行了？他瞧了唐可人一眼，等着，本宫想法子为你出气。唐可人不知道二公主打算怎么做，但他已经开始期待唐婉忧出丑的模样了。二人回去时，闺秀们瞧见唐可人，神情各异。两人在布置好的席间坐下来的时候，瞧见梅林中有人手中执笔作画，在画这梅园的美景。唐可人的画技并不如她作父出色，但是柳星儿也并非是最擅长画技，她有自信能够与柳星儿画的旗鼓相当。唐可人走进作画的案几，命婢女也为自己铺纸。唐可人的出现果真引起了三位皇子的注意。她生得貌美，否则她也不会自视甚高。不仅如此，她作画的姿态娴熟，气定神闲、胸有成竹的模样已然足够吸引人了。不过四皇子陆修竹目光在她的身上扫过一眼，很快便收回了视线，不再多做关注。陆承言则是兴趣盎然地打量几眼，而后便收回视线，还不如去瞧唐婉忧。唯独只有陆子初多瞧了唐可人一眼，见她身上的穿着不一样，不似出身低的小姐或是庶女，便好奇地问了问一旁的人：这位小姐是何人？此乃丞相府的二小姐。丞相府总共2位小姐，大小姐是嫡出的唐婉忧，二小姐便是姨娘生的庶女。生得貌美，才情气度也很是不错，若是出身能够再高一些便好了。相较于在乡下长大的唐婉忧，陆子初还是更加喜欢唐可人这般的，对唐婉忧瞧不上。唐可人的画确实拿得出手，寥寥几笔勾勒出梅花傲雪枝头的模样，只取了院中一景画下来。唐小姐这梅花虽是画的园中景，却又非是园中景，栩栩如生，风骨情态俱佳。不错，这画中梅花颇有几分风骨神韵在，是幅好画。哼，说的不错，这画呢，的确是画得很不错。丞相乃是文官之首，想不到连府中庶女也如此才情俱佳，画得一手好画。如此看来，想必丞相嫡女更加出色才是，琴棋书画说不得样样精通啊。不知道大小姐画技如何？今日二小姐为众人作画留景，大小姐不妨也为大家画上园中一角啊。唐可人起身，谦逊矜持地站在陆晴的身后，心中已是高兴无比。二公主有所不知啊，小女从前并未学过这些，比不得可人自小在丞相府中长大，是以并不会作画。公主殿下有所不知，姐姐过去在乡野间受了不少苦，连书册都甚少瞧见，是没有机会学这些的。还是等日后姐姐在府中请了夫子，好好学过之后，再为殿下作画吧。哦，原来如此。不过若是这样，那大小姐岂不是连字都不识的？陆晴说的时候，去瞧他的大皇兄还有2位皇帝，果然瞧见大皇子陷入了沉思，似乎是在思索这件事儿。三皇子陆子初虽然还是笑盈盈的样子，却也没有帮着唐婉忧说话的意思。
至于陆修竹嘛，那个贱婢所生的东西，二公主根本就懒得去瞧他。不仅皇子妃如此，世家贵族的主母也没有谁是大字不识的。这些世家公子若是不娶唐婉忧，那唐婉忧日后除非是下嫁一个出身差自己许多的官家子，否则日后婚姻艰难。唐婉忧眸子冷冷地瞧着与陆晴一唱一和的唐可人，又瞧着方才凑在自己身边笑意盈盈的陆玉卓，以及闭口不言看戏的陆子初。二公主想看臣女作画，臣女在乡野长大，不识得几本诗书，不过倒是学过胡乱画一些。若是二公主与诸位不嫌弃，臣女可向公主殿下献丑。唐婉忧说完，瞧向了洛秋。洛秋心中一惊，她并不像夫人与公子们那般的气愤，因为她知晓自家小姐并非是真的如他人所以为的那般大字不识，只是不知道因何缘由而故意隐瞒着。愣着干什么？还不铺纸？是。唐婉忧忽然站出来，让唐家的三兄弟无比的心焦，生怕唐婉忧是在逞强。父亲可是说过了，他去接婉忧回来的时候，婉忧不仅是病着，连吃食都只有稀粥，还受着那人牙子一家的虐待。如此的境况，怎么可能有机会学习琴棋书画？看着唐婉忧竟然主动走出来作画，一群人神色探究。不是说被人牙子拐走，大字不识，如何学的作画？陆晴觉得唐婉忧不过是在强撑着，等着看唐婉忧稍后会画出一副什么鬼东西出来。唐可人与陆晴所想差不多，他可不信唐婉忧真的会作画，眼下八成就是赶鸭子上架，强撑而已。他已经准备好，等着瞧唐婉忧稍后被人嘲弄时的丑态了。唐婉忧垂着眸子，径直用颜料在雪白的纸张上落笔，动作干脆利落，几乎没有停顿与犹豫，大笔的严厉色彩铺满了纸张。他下笔极快，说不上是大开大合，可是动作行云流水。一幅画做完，众人才堪堪回神，瞧着唐婉忧在画作下方落款。唐婉忧三个字儿是极其秀丽的簪花小楷，绝对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人能够写出来的字迹。臣女献丑了。婉忧啊，你这孩子是何时学会这首字的呀？母亲，我还不会其他，只会这几个字，是洛秋昨日教我的，我好生练了才写成这样。小姐十分聪慧，昨日奴婢只是教了小姐一遍，小姐便自己琢磨着，写的却是比奴婢好了不知多少，奴婢自愧不如呢。唐青红与唐玉峰站在那画前，也低头看唐婉忧写的字。唐玉峰虽然学识不如自家的二哥出挑，可也不差，很轻易就能够看出其中的关窍。若不是练习多年的话，自家妹妹可以算是天赋异禀。好孩子，你有这份聪明劲儿，娘便放心了，日后想必很快就能够将从前落下的都捡起来。妹妹这般聪明，大哥实在是惊喜。回头啊，请个夫子好生教你，大哥去买套上好的工笔送与你，如何？唐婉忧点头笑，他偏头瞧见几位皇子看他的眼神也与方才不同了，尤其是陆子初，在所有人一派喜悦高兴的情况下，唯有陆晴神情僵硬。怎会如此啊？他本意是想要让唐婉忧那个野丫头丢脸，怎么反倒成就了这个野丫头了？唐婉忧这个贱人，怎么有这样好的运气？让他投机取巧，胡乱的画了一幅粗糙无比的画，竟然也能够压自己一头。这可是妹妹回家后画的第一幅画，我瞧不如送给我吧。哎，妹妹可没说要送给你啊，你莫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己做主。你们二人懂什么？这画送给你们暴殄天物，唯有送给二哥我才懂得欣赏。妹妹你说是不是？你们这三兄弟总归是大小姐的亲兄长，要多少没有啊？可惜我没有如此聪慧的妹妹，否则也能叫自家妹妹画上多少有多少。可惜你没有。这字
我犹记得当年我学字的时候是远不及这一半的，如今也是苦练多年才小有成效。妹妹竟然能够一晚上便学到这样子，可真是羡煞二哥我了。你姐姐不是在乡下长大，从幼时便被人牙子拐走，哪里学的这样一手画技啊？公主殿下，这哪里算是画作，根本是她头精取巧，用颜料胡乱画的大体形态，根本经不起细究。若是下次换一个景叫她画，她根本画不出今日这样。陆晴不知道唐可人内心煎熬，他听着唐可人的话，自己想想，觉得很有道理。唐婉幽那画的确是经不起细看，我瞧着他便是故意如此，分明是会些的，却要放个乡野长大、大字不识的噱头，眼下倒是随了他的意了。哼！唐可人一直偷觑着二公主的神情，见她一副日后要与唐婉幽算账、来日方长的模样，忽地高兴起来。赏梅宴结束后，宾客们纷纷告辞。陆子初走之前，到了唐婉幽的跟前。走了，小五。陆玉琢此刻正与唐婉幽状似亲昵的在一处待着。大小姐聪慧的叫本殿下刮目相看，来日待大小姐画技大成，还望能够送一幅画作给本殿下。殿下高看臣女了。皇兄，等到唐小姐画技大成的时候，说不定一幅画千金难买，你如此占人便宜，可是欺负人呢。是本殿下考虑不周，不过唐小姐答应了，可不能反悔。唐婉幽抿着唇半笑，并未说自己答应没答应，也不接陆子初的话茬。老三，还不向主人家告辞，回宫。陆承言还不忘对唐婉幽松缓神色笑一笑，唐婉幽也对他回以笑容。陆子初瞧着唐婉幽这样两碗水端平，似乎比起自己更乐于跟陆承言相处的模样，心中有些烦躁。与这二人殷勤的态度相比，四皇子陆修竹的态度可以算得上是冷淡，也不知是自认为争不过两位皇兄呢，还是想另辟蹊径引起唐婉幽的注意。唐婉幽很快收回了视线，随着洛诗柔一起送女兵出丞相府。洛诗柔转过身去，瞧见跟在他们身侧的唐可人，这才终于忍不住皱眉。可人，先前在去梅园的路上，你怎么好端端的便离开了，连一声招呼也不知道打？今日你是主人家，这是应有的礼数吗？母亲，是女儿当时吃坏了肚子。罢了，稍后便请大夫来为你瞧一瞧，莫要伤了身体。府中吃食应当是没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若是吃错了，也好让大夫找出来。日后若是再有此类的事情发生，你便是要离席，也该让你身边的婢女来与我说一声，万不可这般当着宾客的面冒冒失失的离开，知道了吗？知道了。二小姐可是有什么病样？姨娘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还是等大夫走后再问。唐可人藏着的话，白姨娘一眼便明白了，她不再多说什么。大夫沉思了半晌，并没有诊出什么来，直到唐可人可能是受了凉风，并不是吃坏了肚子。屋内只剩下他们母女二人后，白姨娘立刻压不住自己的焦急与担心。二小姐，你快些说说，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在赏梅宴上吃坏肚子呢？那绣娘弄错了衣服，今日本该是唐婉幽的衣裳熏香，可那绣娘办事不用心，竟然将我的衣裳与那贱人的衣裳混淆，将香熏在了我的衣裳上。姨娘，今日我在梅园当着那样多人的面出了丑，不知道多少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我本想着能够靠作画翻身，没想到又被唐婉幽那个贱人挡了路。我在赏梅宴上处处碰壁，那贱人倒好，受一堆人的追捧，连三位皇子都一个劲儿的朝着他跟前凑，凭什么呀？这贱人回来就是为了克我的。好了，好，姨娘知道了。二小姐快别哭了，此事已经发生，
咱们近来莫要再出门，只要一段时日见不到你，他们自然也就忘记了这件事儿。京城中啊，每日发生的事儿多了去了，大大小小，桩桩件件，他们哪能样样都记着？只需要过上些时日，那些人便是再瞧见你，也想不起来这事儿。姨娘，您可知道，今日在赏梅宴上，唐婉佑那贱人出了多大的风头，连二公主都受了他的气。我本欲在众人作画的时候画一幅好画，叫他们忘了我先前出的丑，费了好大的心思，连柳星儿都被我压了一头。可那贱人也画了一幅画，分明十分粗糙，只是靠着投机取巧罢了。其他人却都夸赞他的画，将我忘在了一边。唐婉佑就凭着那一幅远不如我的画，让所有人都称赞他，连皇子都觉得他画得好。五公主今日第一次见到唐婉佑，便已经与唐婉佑十分亲近，而我呢，我当初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让二公主愿意与我交好。唐婉佑却只因为她是嫡女，便能凭着一幅平平无奇的粗糙画作，引得那些人夸赞，让皇子都对她刮目相看，公主也要主动与他交好。这一切都不过是因为她是嫡女。除了她是嫡女这一点，她有哪里比得过我？是才貌品性，还是琴棋书画？她样样都没有。二小姐，是姨娘对不住你，姨娘未能让你有个好身份，连想要帮你也弄砸了事情，都怪姨娘没用。好了，姨娘，你莫要哭，咱们日后总有法子的。今日那野丫头已经得罪了二公主，日后有二公主收拾她，我们只需推波助澜，自然有她好看。二小姐说的是，来日方长，还早着呢，咱们日后再想办法，有的是手段整坐她。二小姐放心，你要比那小贱人出挑10倍，是不会被她压上一头的。少爷，二小姐与姨娘都在里头呢，您敲门说一声再进。唐盛奇无法无天惯了，白姨娘又宠着他，纵着他，他只管推门往里走，根本不听丫鬟说的话，还满脸因为劝阻而生气的烦躁。他进门后，猛然看清楚自己的姨娘与亲姐姐抱在一处，泪流满面，眼睛发红，俨然是刚刚大哭过一场，顿时就愣住了。姨娘，二姐，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出了何事让你们哭成这样？是不是那个贱人欺负你们了？你莫要问那么多，姨娘与你姐姐会解决。你今日在外疯玩一圈回来，怕是书都没有碰过，还不快回你自己的院子里去温书？好了，你快走，姨娘与你姐姐再说会话，便去你院中教你功课温习的如何。唐盛奇对于自家姨娘跟姐姐瞒着自己的行为感到不满，心中憋着气，还能是什么？定然是因为唐婉忧那个野丫头。他们二人瞒着，是以为自己不知道，还是担心自己去找唐婉忧的麻烦？唐正天晚饭前下职，回到家中后，去了洛诗柔的院子里。洛诗柔正满脸高兴地与身边的婆子说话。夫人这样高兴，今日赏梅宴想必十分顺当啊。如何？是不是有不少人都喜欢咱们女儿啊？今日许多人都夸赞婉忧，连几位皇子公主也都觉得婉忧出众呢。但今日的赏梅宴算不上有多么的顺当，二公主不知为何好端端的要去为难婉忧，竟然想要让她当众作画。婉忧方回京，如今京中城还有谁人不知啊？她哪里会啊？我原本也是这样想，可没想到婉忧竟然应了二公主的话，画了一幅画。老爷可知晓婉忧画的画如何？如何？去，将大小姐今日的画作拿来给老爷瞧瞧。唐正天心中并没有抱多高的期望，他认为唐婉忧能够画些大概的模样便已然不错了。婢子将画小心翼翼地送到了唐正天的手中。这是婉忧画的？可不是嘛，
今日赏梅宴上，我瞧见婉幽这话的时候，也与老爷您啊是同一般的反应。婉幽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能，真不愧是老夫的女儿。今日赏梅宴，定然叫无数人瞧呆了吧？这话虽还有些粗糙，可意境已成。这样的天赋，日后若是好好教一教，定然能够画得一手顶好的画呀。夫人，你且与青红他们兄弟几个好好叮嘱，多教一教婉幽。啊，对了，请夫子的事也须得赶快。京城不少有盛名的夫子，好好挑拣一二，选个好的会教的给咱们婉幽。小的呢，已经在叫管家寻了，届时让他将名单交予我，我从中啊好好的选一选。今日妹妹可是大出风头，瞧瞧那些人的嘴脸，个个都看呆了。他们先前怕是在挑拣妹妹，那一个两个的，哼！如今可见我家的女儿也轮得上他们来挑三拣四，仿佛他们配得上一般。他们自然是配不上挑拣的，不过今日妹妹这一手确实是厉害啊！我便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她竟然会作画，还提名。婉幽天赋拔众，这样的聪慧，咱们可得好好教教她，莫要让她埋没了这一身的天赋。他们正在说着的时候，唐婉幽也到了花厅，瞧见他们聊得热火朝天，好奇地询问：几位哥哥在说什么？妹妹，你可算是来了，咱们正在商量日后要教你些什么好呢。咱们几个哥哥学了一身的本领，如今有了用武之地，定要好好教会你，让你比那些京城的贵女只好不差。妹妹，学武艺要摔倒，咱们就不学这个了。大哥教你骑射如何？骑射用处不多，最重要的还是学好诗词歌赋。妹妹是女子，管家经营之能才是最重要的。京城诸多女子，诗词歌赋差一些的比比皆是。你写见谁家的主母不会管家经营之道啊？妹妹自然是跟着我学了。我都可以学的，三位兄长不要再争吵了。也是，技多不压身嘛。如此便都学，咱们谋划一下每日该学些什么，也不能一个月日日都在学，总要让妹妹休息几日。我瞧着就依照国子监休沐的时候安排。唐婉幽在一侧完全没有插嘴的机会，听得他目瞪口呆的。他分明是不想三个哥哥争吵，怎么这么快就将他日日要学些什么都安排好了呀？你可是困惑我为何会写字作画？洛秋老实的点头。我在乡间的时候，的确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学到这些，吃饱饭都难。不过乡间有一位叫村树的先生，早年间他留在村中的时候，我时常趁人不注意在外偷听，偷偷学了些，左右没有旁的事做，日日练就，勉强会一些罢了。小姐天资聪颖，小姐肯信任奴婢，将此事告诉奴婢，奴婢定然不会辜负小姐的信任。不知此事是否也要在老爷夫人跟前守口如瓶？谁都不必说。小姐，您可算是回来了。奴婢今日在院子中待着，都听了大半晌小姐今日的风头，小姐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京城之中有谁能够比得过小姐您啊？不仅美貌，还如此的聪慧，日后定然是京城之中鼎鼎大名的美貌才女。就属你的嘴最甜。这日丞相府的赏梅宴结束后，宴会上的事情很快就被传开了。这都传的些什么呀？我哪里会什么琴棋书画，那画也只是勉强够看而已。小姐这般聪慧，即便是眼下还不会，日后也能够很快学会的，与他们传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嘛。好呀，你倒是比我还有底气。我瞧着你就替我学，日后有什么要我弹琴作画的，你便替我去。小姐，奴婢的脑子转得慢，可学不来这么多，到时候真的去了，只能给小姐丢脸的。小姐刚熬好的，您放一放，然后趁热喝。夫人那刚送了新的补药过来呢。唐婉幽摸着自己的下巴，总觉得这段时间脸都圆了一圈了。小姐多长些肉才好看呢，先前太瘦了。再有1个多月便是宫宴了，今年小姐回来，是不是会随着老爷夫人进宫去参加宫宴呀？想必今年小姐能够进宫去瞧瞧的。听闻宫中十分的恢宏奢华，怪石异草随处可见，我还从未进宫去瞧过呢。
哦，对了，届时还会瞧见陛下与皇后娘娘呢。唐婉幽却是没有应声的，垂着眼帘，被雾气遮挡住的眼睛里情绪冷淡。夫人，您来瞧小姐了，小姐正在屋里看书呢。门口的帘子被掀开，洛诗柔与一名拖着木盘的婢子一道进屋来。娘亲，你快些喝，我说你听着就是了。婉幽啊，如今你回家乃是丞相府嫡女，年关宫宴你要与娘亲一道去参加，届时去了宫中，宫中的皇子公主都到了适婚的年纪，也有不少京中的公子小姐也会一道随着父母入宫，届时你可要注意这些。我记下了，娘。这些日子可算是给娘的婉幽养出了一点肉来，送来的补品你都要乖乖的吃着，若是差了什么都跟娘说。不过娘亲今日前来也不光是跟你说宫宴的事情，你如今呢已经过了15岁了，彼时在外未能办上及笄礼，如今说什么娘亲都要为你补办上一场。娘已经与你父亲商量过，待你16岁生辰的时候，便将生辰礼与及笄礼一块办了，定然让你风风光光的，是这京城之中的头一份。及笄礼必定是要让唐婉幽足够风光，所以这半年呢，你好好的养着身子，要将身子养好，知道吗？否则娘亲瞧着都心疼。好。他心中其实没有什么遗憾的，在这方面唐家人对他的弥补绝对是足够的，以至于他觉得十分满足。洛诗柔叮嘱完，又跟着唐婉幽说了声，去准备唐婉幽届时参加宫宴要穿的衣裳。小姐，您这儿还有许多的头面都没有戴过呢，咱们不如选上一选进宫要戴的哪一件吧。不仅竹子是喜气洋洋的，连洛秋这样向来沉稳的都是忍不住露出了几分喜意。去宫宴终究是好事儿。小姐，三公子送来的这润手膏子可真好闻啊，比专门给您配的香囊还要好闻一些，到时候小姐用完了手都带着香风呢。你这个嘴啊，是不是在厨房里偷吃了糖？否则嘴怎么这么甜啊？可不是呢，厨房里的糖罐都让他一个人吃空了。唐婉幽在家中待了几日后，赏梅宴上与他关系亲近些的几位小姐便一起遣人邀约唐婉幽一道去街上逛一逛。小姐，您须得稍等片刻，他们正在套马车。要什么马车？快上来，我们都在车上呢。我家的马车虽不是太宽敞，可装下唐小姐你还是够的。放心，届时一定好好将你给送回来。那便不用准备马车了，叫管家去跟母亲知会一声，我随着沈小姐的马车出门了。赏梅宴后，婉幽，你的名声算是在京城之中传遍了，不少世家公子如今怕是都暗中倾慕于你呢。这可就由不得他们了，得看我们唐小姐瞧不瞧得上。大小姐，您来了。妹妹，你今日怎么舍得出来了？快些进来，这些都是你的朋友啊。是，沈小姐、孙小姐还有周小姐。好好逛逛，有什么便跟铺子里的小厮说，叫他们直接包好送去你院子里就是。几位小姐既然是婉幽的朋友，那今日在云水阁中看中什么都可以优惠几成，尽管挑便是。若是有什么旁的看上了的，或是需要预定的，也只管跟掌柜的说，让掌柜的帮诸位小姐记上。几名姑娘一听，顿时更加的高兴。原本还是抱着靠唐婉幽来早早的预定一些自己喜欢的，如今不仅能够提前定下，还能够少花钱，哪儿有不高兴的呀？唐玉峰又与唐婉幽说了几句，便让她跟着自己的朋友去挑上一些好看的首饰，自己先行离开。今年的宫宴，婉幽，你可是要参加？去的。那倒是正好，咱们今日这出来，就是特意为了宫宴挑选首饰呢。孙玉秀与周瑶也是颔首，彼此挑着自己看着不错的款式，彼此询问着意见。正在四人看得兴致勃勃的时候，门口忽然传来声响。
唐小姐竟然也在此处。这是一道温柔的女声，唐婉幽却在听见声音的瞬间，拿着玉佩的手腕一顿，是陆玉琢的声音。唐婉幽转过头去，其他人已经是反应过来，纷纷行礼。见过两位殿下。臣女见过三殿下与五公主。唐婉幽也跟随着他们一道行礼。哎呀，免礼，如今在外不必如此拘礼。三哥，你说是不是？五妹说的对，诸位小姐还是不必如此拘礼才好。陆玉琢与陆子初自认为自己这一出偶遇无人会怀疑，可唐婉幽却在听见陆玉琢声音的瞬间，便知晓自己应当是又被他给盯上了。这二人来故意接近，如此细细的回想起来，上辈子其实也没少有这样看似巧合。婉幽，先前我还在念着你呢，如今便叫我在这里遇上你，你说巧不巧？的确很巧呢。陆玉琢等着唐婉幽再说些旁的，可是唐婉幽虽然与他亲近，说了这么一句话后，便抿着嘴唇不再说话了。为了让气氛不要冷凝下去，陆玉琢这个堂堂的公主殿下却要主动找话与唐婉幽攀谈。他仔细打量着唐婉幽的面容，瞧着她抿着唇瓣，心想难不成是在外头比较拘谨。公主殿下今日来三哥的铺子，是为了在宫宴上选一些首饰吗？哪里是为了选首饰来的，只不过是打门口路过，一眼便瞧见了唐小姐你的身影，这边进门来了。说起来，还是皇兄一眼瞧见了唐小姐，我这才发现的呢。可见唐小姐在赏梅宴上给三皇兄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原来五公主并不想来此处逛铺子啊。我原本约沈家小姐三位今日出来，是为了宫宴挑选首饰的。公主殿下若是不感兴趣，不若先与三殿下去逛一逛。陆玉琢的神情有些微的僵硬，他没有想到唐婉幽竟然会是如此反应。陆玉琢怎么可能离开呢？他甚至没能让陆子初找到好机会与唐婉幽多说上几句话。